给我瞄准了打。这个有了！邱建良真正的接班人终于现身，一招与邱建良一模一样的神龙摆尾，被他精准无误实施了出来。下一秒，巴西 KO 之王就直直的躺在了擂台上。能被誉为是邱建良接班人的中国小伙可不简单，他叫刘桂成，来自沈阳，是邱建良最忠实的小迷弟。自从邱建良出道以来，刘桂成一直都很关注邱建良的比赛，甚至把邱建良的所有比赛编辑成了一个大合集，每天反复观战，只为成为像邱建良这样的搏击大英雄。至此，邱建良的神龙摆尾被刘桂成学到了精髓，被刘桂成一脚踢翻的巴西 KO 之王叫维克托，他算是中国擂台的老人了。虽然他是外国人，但他常年在中国擂台打比赛，比赛胜利次数不多。然而经过他漫长的挨揍过程，维克托对中国选手也是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。凭靠铁头功，维克托很快就进军了8人赛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一下欣赏刘桂成的精彩表现。红色短裤是中国勇士刘桂成，灰色短裤是巴西 KO 之王维克托。刘桂成对上蓝方的维克托，比赛已经开始了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比赛一开始迅速进入了火热的状态。对，由地主的柔道格斗的刘桂成对上的来自泰国 Tiger 俱乐部的铁头哥，这个维克多。很有个性的绰号。是。为什么叫铁头哥呢？他除了在泰国打缠马赛之外呢，也打缅甸拳、头锤啊，跟对方拼头锤，太恐怖了。对，心理素质非常过硬。是。巴西 KO 之王维克托还有一个绰号，那就是铁头哥，意思就是脑袋很坚硬，坚硬程度堪比武僧一龙的金刚脑袋。难怪他在中国擂台混得风生水起，原来是因为他的脑袋是大石头筷子做的。整一轮，12岁。对。那刘桂成是 MMA 跟自由搏击双栖的选手，他的转身后摆臂或转身的后摆拳都相当不错。对，初生牛犊不怕虎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轮拳法的对攻当中，刘桂成是占了上风。是。那维克多上场比赛对上蒙国东，被蒙国东揍了一阵，但是蒙国东好像赛后也说是对手。就算维克托和对手展开激烈对拼，在维克托没有防守的情况下，很多中国选手都不是维克托的对手，这所有的功劳都归功于他的钢铁脑袋。尽管他的钢铁脑袋无法与一龙的金刚脑袋相提并论，那他的脑袋依然可以硬抗刘桂成的攻击，且能保持完美的精神状态，持续与刘桂成展开对抗。日本选手，我们也非常期待这场比赛。对，我们现在回到场上。转这个腿把，漂亮。两个拳法互控互顶。虽然头部维克托拥有铁头功就算了，这家伙的 KO 率也是高的惊人。每场比赛的结果基本上都是以 KO 的方式结束，要么对手 KO 他，要么就是他果断 KO 他的对手。在他没有来到中国擂台打比赛之前，中国选手兴致勃勃，每一位选手都有很大的自信心。结果维克托的出现却阻碍了中国选手们的发展势头。然后他也跟这个单猜打过缠马，打65公斤级的，当然是单猜赢了。对，也应该是常年在泰国老虎拳馆训练的一名巴西选手。对，他也输给孙维强，因为他的手被孙维强给踢伤了。很漂亮的击斧。维克托固然很强，但刘桂成也不是吃素的。虽然刘桂成没有邱建良的训练环境，但刘桂成常年观看邱建良的比赛，就算没有邱建良的训练环境和训练天赋，那也能和维克托打个5-5开。维克托的脑袋硬，他可以不做防守 ，KO 率高，他可以不实施太多的进攻招式，但他唯独忽略了刘桂成的精细化攻击，这就是模仿邱建良最精良的作战计划之一。在对上亚历克斯，很可惜，3回合先为点数嘛，28、29输了一个比赛，但是他的一个转身后旋踢啊，就踢得非常漂亮。好，比赛进行到第2回合，那维克托在泰国打缠马是第2回合开始了。虽说刘桂成不能与邱建良相提并论，但也算是7-7-8-8，相差不大。最起码刘桂成的智商要比其他选手高出一些，还有一些精细化的进攻招式。更重要的是刘桂成的头脑和拳脚进攻的运用，足以让刘桂成和一胡的脑袋硬加上 KO 率极高。这些优势在刘桂成面前显得特别的渺小。变化。好，刘桂成拳法晋升之后补上一个西撞。双方都会依据第一局的一些优缺点来进行战术上的一个调整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维克托已经加强了自己腿法的进攻，针对刘桂成前腿。巴西 KO 之王听起来很厉害，也很威猛。其实维克托也就是凭靠他的铁头功，这才能让他在擂台上横着走。真要是碰到硬茬，他那钢铁脑袋根本顶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得稀碎。难逃他真以为他的脑袋是和一龙一样的金刚脑袋吗？无论怎么打都不会有任何损伤。这个力度还是准确度，都差点火候。一个漂亮的转身后摆拳。刘桂成还是非常依赖自己的拳法。是。然后蓝方也是非常仰赖自己的拳法。
即便他的教练叫他先踢，但是呢，他就喜欢出拳。对，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维克托所挨到的攻击越来越多，以至于让裁判主动暂停比赛，来给维克托擦拭伤口、处理鼻子上的血液。上一场比赛，维克托是和中国选手蒙国东交手，结果蒙国东连一个回合都没让维克托撑过去，光速就把维克托击倒读秒了一次。奈何维克托的抗击打能力实在是太强，蒙国东最终是以点数优势获取的胜利。没办法练的，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能练成铁鼻功。对，练不成的，没办法啊。所以头部的防守还是要做，不能说因为你有铁头功啊就不用防守。对，因为你的鼻子被打出血以后，会给裁判留下一个印象啊，你被揍的啊，又中了，这鼻子都中了。像打拳啊，有人喜欢打下巴，有人喜欢打鼻子。其实我是比较喜欢打鼻子的。对，就像蔡老师说的一样，目前这个鼻子出血已经给维克托的脑袋很快就会坚持不住，再加上他的鼻子频繁出血，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维克托的正常呼吸。与此同时，刘桂成也没有闲着，时时刻刻都在拿着邱建良标志性的进攻招式来与维克托展开对抗，试图用邱建良引以为傲的招式打败维克托，这样刘桂成才能蹭到邱建良的流量一飞冲天。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维克多的教练急得一头都是汗的。是，可是没办法，这个维克多不是他一手带出来的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维克多开始加强自己前后腿。我们的前两回合维克托的铁头功被我们的刘桂成给破解了。对，我们看看决胜局双方选手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比赛。手握大比分优势的刘桂成一点都不慌，持续的猛烈攻击打得维克托摇摇欲坠。幸好这是邱建良的小迷弟，所实施的进攻都是一些仿冒招式，真要是邱建良本人来了，恐怕此时维克托的钢铁脑袋已经被打穿了。虽然刘桂成在频繁实施邱建良的标志性进攻招式，但这些进攻招式确实给维克托带来了巨大威胁。好，转身后蹬，再回头再一个转身后摆拳。这个转身后蹬接转身后摆，这个很奇特的一个组合，是相当不错。再把它转回来吗？平常都有练过的。那看起来蓝方选手在第三回合还是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。刘桂成的拳法是真没得说，所打出的每一次拳法进攻或者是拳法组合进攻，都可以精准打在维克托的钢铁脑袋上。尽管维克托的脑袋很坚硬，在刘桂成轮流的进攻之下，他的脑袋也应该会有点反应。对脑袋的不防守，就是维克托对生命安全最大的不负责。俄国的亚历山大的他的一个闪躲的方式，跳膝。不管比赛打得怎么样，维克托这个铁头这个绰号真的是名不虚传。遭受了这么多次重击，毫无反应。哇，这个有了，脚跟插下去就有了。最终刘桂成使出了邱建良最具有标志性的神龙摆尾，维克托倒了下去，脑袋不仅被刘桂成的拳法打成了猪头，并且还在最后的时间被刘桂成一脚踹翻。不愧是邱建良的接班人，从他的比赛当中最能看出邱建良的影子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刘桂成打几分？